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王真。中共史上最诡异的一场全会刚刚落幕，出席率创下近100年最低纪录。33名上将中有22人没有出现，整个会场3排空椅，茶杯还在，人却不见。这不是疏忽，而是权力塌陷。从军委、战区到国企、部委，整整40多人集体消失。就连习近平最信任的核心中共军委办公厅主任方永祥也在镜头中彻底消失。中共火箭军副司令王立言、联勤司令王抗平、北部战区司令石正禄全被跳过，该补的不补，该献的不献。这场本该象征稳定的四中全会，结果却开成了中共100年以来出席率最低、军方缺席最多、消息封锁最严的一次。北京的沉默比任何公开声明都震耳欲聋。为什么军中代表集体缺席？为什么火箭军政工系统全被清空？而那几排空椅子背后又藏着谁的权力真空？今晚我们就从这场史上最低调却最精心的会议，带您看清中南海最新的权力版图。中共24届四中全会在极度低调中落幕。这场原本应该展现团结稳定的年度会议，却从开幕到闭幕，媒体都异常沉默，并且由于出席人数过少，引发外界猜测。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本次会议出席的中央委员共有168人，候补中央委员147人，按中央委员会法定人数205人、候补委员171人计算，出席率分别为82%和86%，这意味着将近1/5的中央委员和1/7的候补委员缺席。从历史角度看，这样的缺席率极不寻常。自1927年8期会议以来，中共共召开200多次中央全会，除非因重病或外派任务，缺席率长期维持在5%以下，极少超过10%。即便在政治动荡时期，全员出席依然是政治稳定的象征。近年的记录更凸显这次的异常。中共19届四中全会时，中央委员出席率高达99%，候补委员为98%。中共20大二中全会仍维持在99%，中共20大三中全会稍降至97%和94%，而这次四中全会出席率却骤降到82%和86%，成为自1927年以来中共召开的210次中共全会中出席率最低的一次。央视的画面进一步放大了这种异样感。在短短几秒钟的会场镜头中，可以清楚看到中间有3排错落的空位，其中1排桌上还整齐地摆着茶杯，但无人入座。由于中共全会的座次一向严格对应名单，这样的画面自然引起外界议论。有观察指出，那些空着的座位极可能属于被调查、被免职或正在内部处理的中央委员，而这样的推测也得到了部分媒体报道的印证。港媒《星岛日报》24号的报道指出，有3名中央委员下落不明，分别是前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前工信部部长金壮龙以及中央居民融合办前常务副主任黎凡培。刘建超的职务已由刘海星接替，金壮龙的职位则由李乐成出任，而黎凡培自失踪后，官方至今未宣布任何免职消息。除这3人之外，2名央企系统的中央候补委员，中国航天科工集团董事长袁杰与中国船舶集团董事长温刚，在被免职后也去向不明。这些消失的名字串联起一条从部委到国企，从文联到军方的缺席链条。据 X 账号中国人士观察统计，在现有的205名中央委员中，有42人来自军队系统，包含33名上将和9名中将。这42人中有27人未出席四中全会，缺席率高达63%。其中33名上将里有22人未现身，其中8人已被正式通报落马，开除党籍，另有14人长期失踪。各军种的司令员和政委，除了空军之外，几乎全数缺席。中央军委各职能部门的负责人
也仅剩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徐启林仍在位，其余人员全部未现身会场。9名中将中有5人缺席，这意味着军委和战区层级的领导层几乎半壁清空，前所未有的名单缺口甚至无法被及时填补。上示威出席人员中至少还有9名中央委员传出被查，但官方未曾通报。他们分别是西部战区司令汪海江、中央军委政法委书记王仁华、武警政委张宏斌、海军司令胡忠明、西藏军区司令王凯、陆军司令李乔明、咨询支援部队政委李伟、中部战区司令王强以及中部战区政委徐德清。这些人遍布军委与战区高层，显示出军方系统的缺席尤为严重。对中共而言，军方历来是最讲纪律的系统，在党内会议上，军队代表准时到齐几乎是铁律。缺席往往意味着政治风险或忠诚问题，如今却出现超过60%的军方代表集体缺席，显然不是单纯的请假或外出执行任务可以解释的。这样的沉默与空位，或许正是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另一种表达形式。接下来插入一段工商时间。最近我有个朋友成功帮儿子戒掉了冷饮等不健康的零食，他给我推荐了一个超特别的产品——红海参修复饮。朋友的儿子很喜欢吃冷饮，我朋友原本只是想帮儿子换个更健康的零食，结果他儿子一吃就爱上了。朋友自己也试了一下，觉得很不错。这个产品是用当地海女亲自下海采到的珍稀红海参做成，配方就是90%深海野生红海参，加10%韩国红参，再加纯天然蓝莓原液，透过专利发酵做成果冻口感的口服凝胶，清爽不腥，还带点果香。红海参本身含有18种氨基酸、天然胶原和活性钙，不仅能促进细胞修复、延缓老化，还能补钙造血、改善气色，对气血虚弱、高血压、肝功能差或免疫力低下的人都很有帮助，非常适合长辈、成长期的孩子、加班族等，而且一盒30支，带着走超方便。早上空腹或者是运动后，随手拆开就能吃，冰过之后吃起来口感更特别。我建议趁现在还有货，赶快下单，不然真的缺货就要等很久。我朋友怕断货，干脆一次囤了10盒。点击描述栏的购买链接，输入优惠码大10局，就可以享受85折。中国大陆2盒起卖，4盒包邮，购买$70，美国本土包邮，满260加币，加拿大包邮。如果说这场全会的出席名单透露出一种异样的境，那么补选名单则显示出另一种刻意的选择。按照常规，中央委员会一旦出现空缺，会议都会依照候补委员的得票顺序进行递补，这既是制度程序，也是权力稳定的象征。然而这一次制度被静默改写，47个空位只补了11人，他们几乎清一色是地方行政或党务系统出身，多为技术官僚或省部级官员，有人出自于环保系统，有人出自地方党校，还有几位在省级纪委任职，无一人与军方或安全相关，也没有任何一位是中共党魁习近平过去在福建、浙江或上海的旧部。但真正引发关注的是那些被跳过的人。根据候补委员的原有排序，排在前列的应该是火箭军司令王立言、联勤保障部队司令王抗平、教育部副部长王嘉毅、军委办公厅主任方永祥、西安市委书记方红卫、云南省政协副书记石玉刚以及北部战区陆军司令石正禄等人。这7人理应按照顺序递补，但最终被全部跳过。其中方红卫是习近平的陕西老乡和清华校友。更敏感的是，这7人中有4人为中将，均属军中要员。最受关注的是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方永祥，他在2024年4月接掌军委办，成为习近平在军中的核心联络枢纽。此职务向来只安排最信任的人选，负责最高机密文件的传递，并接待全军高层。此前，方永祥已多次缺席重要场合，
8月20号，习近平接见驻拉萨部队军官时，方永祥没有出现。9月17号，习近平会见抗战胜利80周年活动总结会代表，方永祥再次未现身。9月23号，习近平接见乌鲁木齐上校以上军官时，仍未见其人。到了中共4中全会，他既未出现在会场镜头里，也没有按顺序递补为中央委员。外界据此推断，即便未被正式通报查办，他至少已经被调离军委办行列。结合去年底以来围绕军委政治工作部的整肃，以及苗华案延伸出的清理行动，方永祥和苗华同出31集团军，早年长期在该体系共事这一背景，大概率他也出师了。与方永祥同样被跳过的，还有火箭军副司令员王立言，他出身2炮序列，即火箭军的前身。2019年至2021年，在军委办公厅任副主任，曾是钟绍军的得力助手，之后被重用到联勤保障部队担任司令。2024年10月又调回火箭军担任副司令。论专业资历，他是新一届火箭军领导班子里最懂火箭体系运行的人之一，理应是递补中央委员的强势人选。然而4中全会却没有他的名字。熟悉军中情况的人指出，联勤保障部队掌管着庞大的金钱和物资，过去已有人因为贪腐问题被撤职。王立言在那里任职时的情况，外界认为还需要继续关注。他和火箭军第4任司令王厚斌在部队重组期间有过密切接触，也因此有人怀疑他可能受到火箭军大案后续波及的影响。联勤保障部队的现任司令员王抗平同样失之交臂，他是飞行员出身，履历在2017年之后一路加速，先到空军武器试验基地，后任东部战区副司令，再进联勤主事。这连串职务变动正好落在苗华主政军委政工系统的时间内。2021年，他在东部战区任副职时，上级司令正是其后晋升军委副主席的何卫东。如今何卫东和苗华先后倒下，王抗平在4中全会也未能递补。外界大都认为3人之间的升迁关系网已成为审视王抗平去向的关键因素。火箭军副政委丁兴农的情况则带有另一层意味，他长期服务于总装备部与战略支援部队，2021年出任战略支援部队政治工作部主任，2024年4月转入火箭军担任副政委。表面看来，他到火箭军任职的时间不长，不至于深陷旧案，但他先后任职的3个单位——装备发展系统、战略支援部队与火箭军，恰恰都是这一轮整肃的风暴眼。即便个人没有直接问题，在火箭军大案的高压之下，相关责任与政治风险也很难完全置身事外。此外，北部战区陆军司令员石正禄也被顺位跳过。他常年在原济南军区体系历练，2014年升任54集团军军长，2017年出任北部战区副司令兼参谋长，2020年起担任北部战区副司令兼战区陆军司令员，中共20大上列为中央候补委员。2018年至2022年间，他的3次关键晋升均由军委政工系统负责考察。如今苗华被查，石正禄在4中全会未能按序补位是否相关，外界仍在观望。统一战区近期也传出高层变动的蛛丝马迹。今年8·1军政座谈会的公开报道，只见战区政委郑玄，未提战区司令黄明。有关黄明被带走调查的消息，早在今年春末便在海外社群浮现。这些碎片式讯号拼接起来，让北部战区的人事氛围更显凝重。与上述5人不同，火箭军政治工作部主任张凤忠已在4中全会后确认被开除党籍。张凤忠出自2炮，军改后长期在火箭军政工序列任重要职务，先后在多个基地出任政委。2023年4月升任火箭军政治工作部主任。他常年处于政工主线，与军委政工条线的高层往来密切。2017年之后的每一次重用，基本都在同一评鉴链条之内。如今党籍被开除，等于把火箭军大案再度往上推了一层，将这支战略军种的人事清理拉长到新的节点。
粗略统计，火箭军系统以官宣查办的高级将领就有10几人。从第1任到第4任司令的更迭与问责，让这支部队承受了前所未见的震动。综合这几个关键名字，可以看到同一条线索：本应在四中全会按序递补的军中中坚，不是缺席就是被跳过，或已被明确处分，而且多数和过去2年里军工政工系统、人事系统和火箭军整肃的主轴相互缠连。这不仅解释了为何本届四中全会军方代表缺席比例异常之高，也为接下来的军权走向埋下伏笔。中共四中全会落幕，表面上风平浪静，实际上却暗流汹涌。从出席率创下历史新低，到军方缺席人数空前，再到多名关键将领的消失与被跳过，这一切都在显示中国内部正经历一场深层的权力震荡。会场上那几排空位，并不只是座椅上的空白，而是一种政治上的空缺，被撤职、被调查或正在内部处理的人留下了无声的痕迹。军方代表的集体缺席，更像是一个难以掩饰的信号。在这个标榜党指挥枪的体制里，枪口的指向似乎正在发生微妙的转变。从9名上将被集体开除，到如今多名中将去向不明，整个军队体系的震荡仍在延续。四中全会只是权力在分配过程中的一个节点，真正的风暴或许还在后面。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